欢迎来到星星频道，请点击订阅并关注，获取最新资讯。临江仙先声夺人，白鹿美若天仙，被男主演震撼了。近年来，国产仙侠剧迎来井喷式发展，一方面不断拓宽题材类型，打造视觉盛宴，另一方面也频频陷入颜值至上、剧情孱弱的舆论漩涡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尚未开播的仙侠剧《临江仙》便凭借白鹿与曾舜晞的主演阵容、精致的预告造型以及一波又一波的话题营销，迅速登上热搜，引发广泛关注。白鹿一人分饰两角，曾舜晞白衣翩翩，这些画面固然令人惊艳，但一部好剧是否真的只靠好皮囊就能撑得起来？当我们面对《临江仙》尚未播出却先声夺人的热度时，不禁想问：是观众口味的退化，还是平台操盘的又一轮美人计？从剧集的宣传策略，到演员阵容和角色设定，再到观众的真实期待与担忧，《临江仙》所呈现的不仅是一个作品的曝光过程，更是国产剧行业生态的一个缩影。据剧方公布的信息，《临江仙》主打离异仙侠概念，试图打破传统仙侠剧中为苍生而牺牲小我的老套设定，转而聚焦在更为复杂的情感结构与人性挣扎之中。白鹿将在剧中一人分饰两角，演绎一段跨越命运羁绊与生死别离的爱恨情仇。曾舜晞饰演的男主则在情感与责任之间左右为难，在恩怨交织中完成成长。听上去，这是一次尝试突破仙侠剧固有叙事框架的努力，以婚姻、分离、母子情仇等更具生活质感的元素，构建出神话色彩之下的现实困局。理论上确实可能拓展剧情维度，让人物更有深度。然而我们也看到，类似翻新的标签并不罕见。近年来不少剧集试图借反套路来标榜差异化，最终却往往落入剧情拼贴、人物空洞的新套路。本剧目前曝光的剧情简介依旧未能脱离命运虐恋宿世因果、牺牲与成全的大框架。所谓离异仙侠，或许只是换了一层叙事皮肤，本质依旧是爱你便让你痛的极端情感操控，反而可能加重狗血桥段的密度。我们不禁想问，观众真的需要这种披着仙侠外衣的情感虐剧吗？在颜值时代，选角已成剧集成败的第一关卡。临江仙目前最受瞩目的正是两位主演，白鹿与曾舜晞。白鹿近几年可谓仙侠御用花旦，从长月烬明到白月繁星，仙姿飘逸的外形与灵气十足的眼神为她积攒了大量粉丝基础。而此次在《临江仙》中一人分饰两角，既要演绎母亲的沉痛与温柔，又要展现年轻女子的坚韧与飘逸，无疑是一次对她演技厚度的考验。而曾舜晞则在《莲花楼》中展露出可塑性，虽非传统意义上的演技派，但胜在外形英挺，镜头感强，有一定的角色穿透力。此次与白鹿搭档，如果能够在角色塑造上做到情绪层层递进，突破俊男美女的表面滤镜，或许能为颜值组合证明。不过，值得警惕的是，剧方目前的宣传几乎全部围绕造型精致、画面唯美、演员貌美如花进行炒作。白鹿美若天仙，曾舜晞谪仙风骨，屡屡登上热搜。一时之间，仿佛剧集的成功与否全凭主演的颜值与妆造来评判。这种过度强调外表的宣传模式，不仅容易掩盖演员真正的表演，也可能误导观众对作品的期待，最终导致高开低走。滤镜开到最大，磨皮磨的演员都没鼻子。如今许多古装剧的审美趋于病态，唯恐演员脸上出现一丝真实的毛孔。
而这正是国产仙侠剧陷入审美疲劳的根本原因之一。临江仙目前公布的剧照、预告虽美轮美奂，但也面临观众的质疑，是否过于依赖后期修饰，掩盖了实景拍摄的质感与人物表演的真实性。此外，不少仙侠剧在剧情逻辑上经不起推敲，人物动机薄弱，设定漏洞百出，仿佛只为虐而虐、帅而帅，最终沦为一部部快餐剧。剧情节奏拖沓，特效五毛，台词空洞，这些通病若不能根本改善，再高的起点，再美的画面，也很难抵挡观众的迅速流失。仙侠题材的核心应是仙气与侠义的统一，是通过奇幻设定对人性、命运、牺牲与成长进行哲学层面的拷问。胡歌、刘亦菲主演的《仙剑奇侠传》之所以成为经典，不仅因其美丽的画面与青春气息，更因其对爱情、友情、责任的刻画深入人心。而《琅琊榜》之所以被奉为古装神作，更在于其剧情缜密、人物丰满、情感克制、美色易逝、故事长存。临江仙的热度和话题虽已铺天盖地，但真正决定其口碑和命运的，仍旧是剧本质量、人物塑造以及演员的投入度。一部作品如果只在海报与预告中交足功课，却在剧情上线后崩盘，其终究只是又一部过眼云烟的爆款剧。国产剧的未来不应继续被颜值审美所绑架，观众希望看到的是演员用演技与情感构建一个可信的世界，而非靠滤镜与营销营造的仙境泡沫。我们期待临江仙不仅能打破仙侠剧的窠臼，也能成为白鹿、曾舜晞真正意义上演技转型的里程碑作品。未播仙火是一把双刃剑，既能带来流量，也意味着更高的期待与更大的风险。临江仙目前在宣发阶段取得了良好声量，但是否能将这份热度转化为真正的作品价值，还需拭目以待。对于观众来说，我们并不抗拒俊男美女，也不拒绝唯美仙境，但我们拒绝的是空壳剧、流水线产品，是用精美的糖衣包装苍白剧情的文化泡沫。愿临江仙最终不负这份关注，以内容为核，以演技为魂，为国产仙侠剧注入真正的灵气与温度。这个夏天，让我们静候临江仙，看他能否真正临江而歌，问心无愧。